本期导读，在魔兽世界游戏中，版本从经典救世到争霸艾泽拉斯，每个大版本都有着不同的威胁，需要玩家去应对。然而，每个版本中都会有小版本让我们去对抗巨魔，吃饭睡觉打巨魔，也成为一句名言。那么，巨魔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巨魔。在上期结尾，我们说到原始艾泽拉斯上人类的诞生和巨魔的出现。黑暗之门开启前16000年，生命在艾泽拉斯这个秩序世界上兴旺繁衍。在永恒之井周围的茂密领地里，更是一派生机勃勃之景。永恒之井这口奥数血脉之泉，加速滋养着万物，很快就从原始生命形态中进化出了智慧物种，其中巨魔出现的最早。这是一个野蛮的狩猎种族，主要生活在森林里。这个种族的属性点智力平平，但是敏捷和力量加得很高。其种族特长是再生。巨魔的炼金术也是一大特色，游戏中的表现就是那些大锅和巫蛊药剂。早期的巨魔那个时候还很迷信，而且有的还视识同类。他们当中极少数通过研习魔法和冥想来寻求知识，另外还有一些则投身黑暗而强大的魔法巫毒法术。巨魔虽然部族和分支有很多，但是所有巨魔都信奉和崇拜着荒野之神。在第一集中我们提了一下荒野之神，这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。荒野之神是泰坦守护者弗雷亚在艾泽拉斯播下生命之种时，形成了安戈洛环形山、索查拉盆地和锦绣谷，在这里诞生了最了不起的生物，名为荒野之神的庞然巨兽。弗雷亚经常带着这群荒野之神在艾泽拉斯四处遛弯，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幅员辽阔、草木丛生的山峰，名叫海加尔山。弗雷亚将荒野之神的灵魂束缚在翡翠梦境中，渐渐荒野之神变成了艾泽拉斯健康活力的象征，而海加尔山便成为了荒野之神的避难所与圣地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荒野之神，这些家伙会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出现。他们是白鹿王马洛恩、精灵之母艾森娜、野猪之王阿加马干、百鸟之王艾维纳、巨熊之王乌索克与乌索尔、智者托尔托拉、巨狼哥德林、朱鹤赤金、玄牛怒躁、白虎玄怒、青龙玉龙，还有在 8.0 版本中出现的死神邦桑迪。邦桑迪本身也是一名巨魔形象，同时他也是一名荒野之神。介绍完荒野之神，我们再回到巨魔这边。巨魔称呼这些荒野之神为洛阿神灵，尤为敬重。为了表达对洛阿的崇拜，他们集结在卡姆利多南部的高山与高原一带，很多洛阿神灵都定居于此。这片神圣的山脉被巨魔们命名为赞达拉，并在此建造了许多的营地。巨魔中最强大的一族被称为赞达拉部族，几乎把赞达拉山脉海拔最高的山岭都占据了。这些神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的神庙城市祖达萨。巨魔部族除了最为强大的赞达拉部族之外，还有古拉巴什、阿曼尼和达凯莱部族。阿曼尼部族代表的是森林巨魔，特点是绿色皮肤；古拉巴什部族代表的是丛林部族，皮肤特点是紫色或者灰色；达凯莱部族代表的是冰霜巨魔，因为生活在北地，皮肤呈现白色、蓝色。另外还有沙地巨魔法拉基部族，出现于祖尔法拉克中，而我们玩家玩的巨魔属于暗毛部族。在最新版本争霸艾泽拉斯当中，其实还出现了一种巨魔异端，被称之为鲜血巨魔。因为跟我们的后面故事暂无联系，所以我们这里只提一下。介绍完了巨魔的部族，说说他们的状态吧。在数个世纪里，前面提到的古拉巴什、阿曼尼、达凯拉部族，他们经常向赞达拉发起争夺领土与权力的挑战，而他们解决冲突的办法通常是在狩猎场上一决高下，很少出现激烈冲突或是持久战。这里可以了解到，虽然看上去巨魔很残暴，但是实际上解决冲突还是很有一套的。一开始这些部族只是为了争夺圣山赞达拉，后来他们发现与其争斗，世界那么大，不如另觅家地。不过只有一处地方是个例外，在赞达拉群山的一块黑色石堆，洛阿神灵告诉巨魔们不要来这里，如果打扰到这些黑色石块，必将惨遭横祸。过去很多年了，没有任何巨魔敢冒险。不过害其好死巨魔
有一群叛逆的巨魔决定对禁忌石堆一探究竟。他们发现这个黑色石头是一个怪物的巨齿外皮，他们觉得这一定是还没发现的更为强大的洛阿神灵。于是巨魔们举行了邪恶的仪式，用活祭唤醒了这个沉眠的怪物。血祭使得巨大的怪物从沉眠中唤醒，并像很多邪神一样，起床气特别大，当场屠杀了所有唤醒他的人。巨魔并不知道，屠杀他们的正是守护者提尔大战之后侥幸逃脱的基西克斯。当年他身负重伤后，便逃到西南边的赞达拉群山中长眠疗伤。而之前的洛阿神灵也正是感受到他的存在，因此才警告巨魔不要靠近。所以说啊，千万不要作死。醒来后，基西克斯对巨魔不屑一顾，心想巨魔帝国跟我们黑暗帝国比起来算个屁啊！我来毁灭这个不值一提的文明，老大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于是他找到了一群小弟亚基虫族。在黑暗帝国陨落后，这些虫类一直躲藏在地下。基西克斯驱动虫族四处开战，意图重夺艾泽拉斯大陆。在扩张兵力和恢复元气的同时，虫族也在地下建造庞大的帝国阿兹亚基。当时机成熟后，基西克斯带领虫族冲出地下，横扫四野。虫族的出击打得巨魔们纷纷败亡。当亚基虫族威胁到圣山赞达拉时，赞达拉部族果断将一个个独立的巨魔部族凝聚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，并称其为祖尔帝国。于是祖尔帝国和阿兹亚基就此展开了一场大战。在赞达拉的统领指挥下，巨魔占据高山地理优势，在丛林中打伏击战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前藤的祭司也开始召唤洛阿神灵来消灭敌人。有了这些荒野之神的加入，打得虫族溃不成军。基西克斯也身负重伤，重伤的基西克斯也明白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的道理，和亲信逃到了北方，想趁机回口血。可巨魔知道虫族如果不肃清干净，肯定还会再继续回来搞事的，于是敌退我追。各部族在赞达拉的带领下对虫族展开追杀。巨魔在追杀的过程中意识到，追杀是远远不够的，如果让虫群逃回地下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又会卷土重来。为了永远消除威胁，赞达拉说服其他部族在艾泽拉斯建立全新的据点，为首的便是阿曼尼、古兰巴什和达凯莱。赞达拉承诺，在击败亚基虫族后，那些肥沃的土地都归他们。这样一来，也不用一直争夺赞达拉山脉了。为首的三个部族兵分三路，达凯莱部族向寒冷的北地追击，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敌人，被亚基虫族俘获了托维尔。这些名叫黑曜石毁灭者的托维尔石像凶猛异常，一时间把达凯莱部族都给打懵逼了。好在过不了多久，他们缓过劲来，用出色的谋略击溃了敌人。而在另一边，古拉巴什也遭到了腐化的泰坦造物。在往西南方向追击时，他们遭遇了阿努比萨斯巨人。在阿努比萨斯和虫群的进攻下，古拉巴什被打得很惨。赞达拉指导他们将大部队拆分成为机动性更强的突击小队。这一战略使得虫族经常被打得很没脾气。在长久的战斗中，虫群被骚扰的锐气全消，尽管没能将虫群剿灭干净，但最终古拉巴什在这一带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控制权。与此同时，阿曼尼部族则对基西克斯动手，一路追踪虫族来到东北的领地。经过了惨烈的战斗，阿曼尼部族发动了自杀式的攻击，巨魔大军极少成员活了下来，但这群不屈不挠的猎手总算杀死了基西克斯。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，阿曼尼部族成为了巨魔中的传说。他们在杀死基西克斯的土地上建立了巍峨的神庙城市祖阿曼。由于首领被击杀，虫群们没了领导，退散了战役。巨魔们乘胜追击，在数百年后，幸存的亚基虫族在地下建造防御工事，以防巨魔进犯。除此之外，已无任何战役。至此，巨魔与虫群的战斗以巨魔大获全胜告终。由于不再有协同作战的需要，各部族之间也日渐疏远起来。他们在各自的领地搞发展建设，建造出一座座神庙城市，最终发展为庞大的帝国。最强大且具有智慧的赞达拉则回到群山中继续探求灵魂知识。而亚基虫族这边也兴起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。北地的虫族因为靠近尤格萨隆，逐渐进化成为一个叫诸魔的种族，他们的王国被称为蜘蛛王国艾卓尼鲁布。西南边的虫族在安琪拉安家，被囚禁的克苏恩用邪恶的气息将他们塑造成为希拉虫人。东南边的虫族则聚集在被亚萨吉精魄污染的土地上，最终变回了螳螂妖。
并在锦绣谷附近建立起曼提维斯这片巨大的领地。这里要着重说一下螳螂妖，是在熊猫人之谜版本中出现的全新亚基种族，他们的故事很有意思。在巨魔战争末期的时候，螳螂妖生活在卡姆利多南部，聚集在凯帕巨树下，建立起新兴的帝国。这群虫族与其他虫族不同，他们认为这场毫无胜算的战斗就是在浪费时间，这种自制力和理性实在过人。他们坚信主人上古之神会重临大地，而为主人服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干就是怂。他们选择保存实力，静待时机。螳螂妖族群中有尊贵的女王，另外还有一群卡拉克西的祭司。这群祭司其实才是掌握虫族命运的人，他们不急于向巨魔复仇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敌人魔古。实际上他们是受到在此处残留的上古之神亚萨吉的气息，亚萨吉腐烂的心脏被泰坦守护者来封印在了地下。为了找到这股黑暗气息，螳螂妖向魔古发动了突袭，魔古族勉强抵挡住了虫群的攻势，并将其打回了凯帕巨树。卡拉克西没有将这次作战看作失败，战斗后使得幸存下来的螳螂妖勇士成熟起来，变得更加凶残和狡诈。后来虫族耐心等待100年后才向魔古进攻一次，派出新一代的年轻战士和魔古战斗，归来的幸存者再一次变得更加强大。螳螂妖的循环由此开始，每过100年就会向魔古宣战。优胜劣汰使得他们的文明变得高度务实和严酷。魔古这边也不傻，想着这群虫族每100年就来进犯一次，这次我们选择主动出击。这波进攻对螳螂妖极为不利。当时距离螳螂妖下一批战士诞生还有几百年，魔古的突然进攻令虫群遭受重创，甚至消灭了前几代中最强大的幸存者。然而这时出现了一个开挂的螳螂妖科尔凡，他双持2把琥珀利刃，一出手就将战局彻底扭转，不光止住了魔古的攻势，还把他们逼得节节败退。经此一战后，卡拉克西赐予科尔凡英杰的称号，但科尔凡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只是偶然，他不愿族人的防御，存有侥幸心理。卡拉克西支持他的决定。多年后，科尔凡找到一种能将活体生物存放长达数千年的琥珀茧，卡拉克西将最伟大的战士藏到茧中，存放于琥珀墓穴中沉睡，使其避免灾祸，在日后需要时再将其唤醒。科尔凡率先尝试了这种方法，为纪念他的事迹，卡拉克西将他赐予至尊者科尔凡的头衔。后来在游戏中熊猫人版本的最终副本决战奥格瑞玛中，我们见到过这些卡拉克西英杰。后来螳螂妖便世世代代进行这种伟大的循环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讲述了艾泽拉斯的本土生灵巨魔第一次与外敌抗争的历史。下次我们将讲述魔古族的百王乱世、熊猫人的革命、永恒之井以及暗夜精灵的故事。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会稍微放快一些步伐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见。本视频内容由魔兽世界编连史而来，如有不全面的地方请见谅并欢迎指正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最后，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收藏、转发一条龙，播放数越多，下期视频就会越快更新。求大家多多转发传播。